他能算出2枚骰子产生36种结果的精确概率，却算不出一个无嫁妆女人嫁入家门的后果。他能解开困扰人类2000年的3次方程，却解不开自己长子脖子上的枷锁。他一生都在用数学驯服随机性，而随机性回敬他的是一连串任何公式都无法预测的灾难。吉罗拉莫·卡尔达诺1501年生于帕维亚，死于1576年的罗朗。中间这75年，他当过欧洲报酬最高的医生，文艺复兴时期最多产的博学家，带数学的改朝换代者，以及一个几乎每天都泡在赌桌上的赌棍。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就已经是一场失败的概率计算。母亲基亚拉·米凯里在怀孕期间服用了堕胎药物，药没有奏效。1501年9月24日，经历3天难产后，卡尔达诺被以暴力方式从母腹中取出。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已经死了。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法齐奥·卡尔达诺是米兰有名望的法学家和几何学者。达芬奇曾就透视法向他请教，但他拒绝与孩子的母亲结婚。这桩婚事拖了23年，直到法齐奥临终前才草草补办。出生不久，米兰爆发瘟疫，卡尔达诺的3个同母异父的兄姐全部死亡，他本人和奶妈也感染了腺鼠疫。5个人里活下来1个，又是他。如果用他后来发明的概率术语来描述这个婴儿的回路，也就是所有可能结局的集合里存活只占极小的一个扇面。但骰子落在了那个扇面上，没人知道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童年是另一种形式的存活训练。父亲法齐奥脾气暴烈，从卡尔达诺5岁起就带他参加法律咨询，让这个口吃的小男孩扛着沉重的书跟在身后，有时走累了就停下来，把书摞在儿子头顶上，用孩子的脑袋当桌子。这种教育方式的产出是一个智力极高、性格极坏的人。卡尔达诺后来在自传中对自己做了一番外科手术式的性格解剖。我所有缺点中最独特的一个，是我偏爱说出那些我明知会刺痛听众的话。我清楚这一点，但我依然故我，完全知道它会为我制造多少敌人。这种自我认知的透彻程度令人不安。他不仅知道自己讨人厌，而且知道自己知道，并且决定继续。1520年，他违背父命进入帕维亚大学学医。意大利战争迫使帕维亚关闭后，他转入帕多瓦大学，1526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据传记记载，他还当选了帕多瓦的 rector， 以1票之差。然后是长达10余年的职业荒漠。米兰医师学院因为他的私生子身份，反复拒绝他的入会申请，没有学院资格就不能在米兰合法行医。他只好在帕多瓦附近的村子萨克伦戈挂牌看诊，收入微薄。他在自传中以一种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的坦率承认，自己在婚前遭受了大约10年的勃起功能障碍。1531年，他与邻家女儿露西亚·班达雷尼结婚。家庭贫困，为了补贴生计，他开始赌博。这是整个故事中最荒诞的因果链。一个数学天才因为穷而去赌博，因为赌博而开始计算赢面，因为计算赢面而发明了概率论。卡尔达诺赌了至少25年，据他自述，并非偶尔为之，而是我羞于启齿，每天都赌。
骰子、纸牌、国际象棋，什么都来。一个1526年9月的晚上，他在威尼斯的赌档里发现自己手中的牌被做了记号。他的反应是拔刀刺向对方的脸，然后冲出门，跌进一条运河。他不会游泳，被一艘路过的小船捞了起来。船上坐着的恰好是他刚被他刺伤的那个人。这种人不可能对运气和概率之间的区别没有感觉。在赌桌上浸泡的那些年里，卡尔达诺开始系统地思考一个在他之前从未有人用数学方式触碰过的问题：在骰子落定之前，我们能知道些什么？他把答案写在一部叫做《论赌博游戏》的手稿里，断断续续写了近40年。这部手稿只有大约15页，32章，却包含了一整套后来被称为古典概率论的基本框架。他发明了回路 （circuitous） 这个词来指代一场游戏中的所有可能结局的总和。这是人类第一次为样本空间这个概念命名。他明确指出，2枚骰子回路是36，不是21，因为先出3后出5和先5后3是2种不同的结果。这种对排列与组合的清晰区分，在18世纪的达朗贝尔那里还会搞错。他又发明了相等 （equalitas） 这个词来指代回路的一半，也就是判断一场赌注是否公平的基准线。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极其简洁的计算方法：把对玩家有利的情况数除以总回路数，就是胜率。这正是现代古典概率公式的雏形，比拉普拉斯的正式定义早了200多年。他还指出，帕丘利在1494年提出的点数问题解法是错的，中段的赌局不应该按已赢局数分赌金，而是应该按距离胜利还差几局来分。这个从过去转向未来的思维翻转，直接预示了100年后帕斯卡和斐马的方案。在反复试错中，他推导出了独立事件的乘法法则，发现概率在重复试验中以幂次方式递增递减。他甚至察觉到了大数定律的直觉，掷骰子次数足够多，每个面出现的频率会趋于均匀。他为赌博写了一套伦理学。赌博最大的优势，他写道，在于根本不玩。但既然人类戒不掉这种恶习，医生和哲学家就该像研究不治之症那样研究它。他详细剖析了16世纪赌场的作弊手法，怎样倾斜骰盅改变滚动轨迹，怎样制造重心偏移的削平骰子，怎样利用昏暗灯光和视觉比对误导对手。公平赌博的前提，他说，是条件的绝对平等，包括资金、环境和最重要的工具的诚实。这套理论完美自洽，超越了整个时代。唯一的问题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因为理解了概率而停止赌博。而这部手稿的命运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概率的黑色笑话。卡尔达诺死后87年，《论赌博游戏》才在1663年被塞进他全集第10卷出版。此时，帕斯卡和费马的通信早已载入史册。概率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早期源头，在比赛结束后才抵达赛场。概率论让卡尔达诺在科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但真正让他在16世纪名震天下的是另一场赌局，一场关于3次方程解法的世纪豪赌。16世纪的欧洲代数学正处于一个奇特的瓶颈期，方程仍然用繁琐的文字表述，数学家不承认复数的存在。1元3次方程的普遍解法被视为数学界的圣杯，甚至被认为超出了人类智慧的极限。大学教授和独立学者之间经常通过公开的数学决斗来争夺教职、奖金和声誉。
1535年，威尼斯数学家尼科洛·塔尔塔利亚意为结巴，因同年被法国士兵砍伤面部而终身口吃，在一场决斗中，凭借秘密发现的3次方程解法，以30-0的比分碾压对手。消息传到米兰，正在撰写代数学著作的卡尔达诺坐不住了，他多次写信请求塔尔塔利亚分享秘密，均遭拒绝。于是他改变策略，利用自己作为米兰权贵私人医生的身份，许诺向总督引荐，把塔尔塔利亚骗到了自己家中。1539年3月，塔尔塔利亚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交出了解法，藏在一首25行密码诗里，首句为 Quando c'è il cubo con le cose appresso。 交换条件是一份极其庄严的宗教誓言。卡尔达诺发誓，我指着上帝的神圣福音书，以绅士的信仰向您发誓，不仅永远不会发表这些发现，而且我保证，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我只会以密码形式记录它们，以便在我死后无人能够理解。拿到密码诗后，卡尔达诺不仅迅速破译，并给出了严格的几何与代数证明，还发现通过变量代换，可以将任何一般3次方程归为塔尔塔利亚能解的那种形式。与此同时，他的学生，一个14岁入府时还是仆役的天才少年卢多维科·费拉里，在1540年更进一步，解出了4次方程。费拉里当时18岁，卡尔达诺手握2把改写数学史的钥匙，却被一份誓言锁住了。转机出现在1543年，他和费拉里前往博洛尼亚，查阅了已故数学家德尔费罗的遗稿。遗稿证明，德尔费罗在塔尔塔利亚之前20年就已经独立解出了3次方程。卡尔达诺认为，他发誓保守的是塔尔塔利亚的发现，而这个发现原本属于德尔费罗，誓言因此自动失效。1545年，大数在纽伦堡出版，这是一本数学史的分水岭之作，首次公开3次和4次方程的解法，首次系统使用复数，甚至触碰了虚数。尽管卡尔达诺把对复数开平方的体验称为精神折磨，他碰到虚数并非出于好奇，而是被逼无奈。这是数学史上著名的不可约况 casus irreducibilis。当3次方程有3个实数根时，卡尔达诺的公式在中间步骤中必然出现复数的平方根。几何学告诉他，解明明存在，代数公式却给出了不可能的数字。他被自己发明的工具卡住了，直到1572年，拉斐尔·邦贝利才证明这些虚数中间量最终会相互抵消，得出实数解。在前言中，卡尔达诺将功劳分别归于德尔费罗、塔尔塔利亚和费拉里。塔尔塔利亚不接受这种分法，他指控卡尔达诺是背信弃义的骗子。2个阵营之间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公开论战。1548年8月10日，费拉里与塔尔塔利亚在米兰的一座教堂里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数学公开对决。费拉里赢了。塔尔塔利亚在第1天夜里悄然逃离米兰，失去了布雷西亚的教职。1557年，在贫困中死去。3次方程的解法从此被称为卡尔达诺公式。他用诡辩解除了誓言，用别人的仆人解决了4次方程，用一场公开羞辱消灭了对手。这场世纪代数之争里，每一步都精确地像一场赌局的赢面计算，而卡尔达诺从不讳言，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计算赢面。1552年，卡尔达诺的人生抵达了最高点。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主教约翰·汉密尔顿患有长达10年的严重哮喘。
法国御医和帝国御医都束手无策。卡尔达诺受邀前往苏格兰，检查之后给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建议：把羽毛枕头撤掉。有医学史叙述把这件事视为早期的过敏源回避实例之一。大主教的病情随后明显改善，卡尔达诺获得了约1400金克朗的报酬，不同记载数额略有差异，并拒绝了丹麦国王、法国国王和苏格兰女王的长期聘请。回程路过伦敦，他受邀为年轻的英国国王爱德华6世绘制星盘。据传记学者记载，卡尔达诺预测此子将会长寿。爱德华次年驾崩，年仅15岁。面对这次堪称灾难级的预测翻车，卡尔达诺的反应不是沉默，不是道歉，而是写了一篇长文，逐项复盘自己在星盘计算中的变量偏差，仿佛占星术是一门可以通过 debug 来改进的工程学。这种将神秘主义当作精密科学来对待的执拗，既是他最迷人的品质，也是日后将他送进宗教裁判所牢房的致命伏笔。他不只是一个占星术的实践者，在1550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论精微》和1557年的续作《论事物的多样性》中，卡尔达诺构建了一整套支撑他占星实践的哲学体系。他是文艺复兴时期万物有灵论的代表人物，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活体有机物，由世界之魂 Anima Mundi 连接和驱动。天体对人间事物施加真实的物理影响，包括人的性情、疾病和行为。在他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什么是超自然的，一切都是自然。这套哲学让他发明了万象节的动力传输应用，让他认出山顶化石是远古海洋的遗迹，让他论证永动机不可能存在。他也让他做出了一个在16世纪足以致命的推论，后面会讲到。1552年，全欧洲最抢手的医生，代数学的改朝换代者，200多部著作的作者。他有钱有名，有权势朋友，有一个刚拿到医学学位的聪明长子。他还不知道，8年后他将亲手把那个儿子的辩护律师费送进法庭，然后眼睁睁看着法庭宣布费用不够，你的儿子必须死。卡尔达诺与妻子露西亚育有3个孩子，长子乔瓦尼·巴蒂斯塔，1534年生，幼儿失聪；女儿基亚拉，1537年生；幼子阿尔多·乌尔巴诺，1543年生。露西亚于1546年病逝，把3个孩子和一个情感笨拙的天才父亲留在了一起。乔瓦尼是卡尔达诺倾注全部心血的继承人，他继承了父亲的智力，1557年顺利取得医学学位，看上去将要延续家族的辉煌。然后他做了一件事，违背父亲的意愿，秘密迎娶了一个名叫布兰多尼亚·迪塞罗尼的无嫁妆女子。卡尔达诺在自传中把这个女人称为毫无价值、不知廉耻的女人。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她本人，而是她身后的家族。迪塞罗尼家把年轻夫妇接到自己家中居住，然后把乔瓦尼当作通往卡尔达诺财富的提款机，不断进行勒索。更具毁灭性的是，布兰多尼亚在婚姻中极度不忠，并在公开场合嘲笑乔瓦尼，当众宣称他根本不是他们3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一个年轻医生被妻子戴绿帽，被妻子家勒索，被当众羞辱，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1560年，忍无可忍的乔瓦尼用砒霜毒杀了妻子，他迅速被捕，在审讯中对罪行供认不讳。绝望的卡尔达诺倾尽家财，聘请了米兰最顶尖的律师。然而法庭开出了一个残酷的交易条件，除非卡尔达诺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全面的财务和解，否则他的儿子必须死。
迪塞罗尼家族趁火打劫，开出了一个连卡尔达诺都无法筹集的天价。谈判破裂，乔瓦尼在狱中遭受了酷刑折磨，被砍断左手，最终于1560年4月13日前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示众，时年26岁。在自传中，卡尔达诺用一段拉丁文挽歌记下了这个时刻：是谁将你从我身边夺走？哦，我的儿子，我最甜蜜的儿子！是谁拥有这样的力量，让我的晚年承受无法细数的悲伤？我必须对这不公的死亡和它的起因保持沉默，这是何等的耻辱！他对心灵痛苦的哲学反思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如果不考虑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任何疾病能与精神上的痛苦相提并论。作为一个杀人犯的父亲，卡尔达诺在帕维亚社会性死亡，同事排挤他，公众唾弃他，流言蜚语指控他与学生有不正当关系。他收养了乔瓦尼留下的孙辈，尽管布兰多尼亚曾声称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其中一个孙子在几天后便夭折。1562年，他被迫离开帕维亚，前往博洛尼亚大学任教。如果说乔瓦尼的悲剧是激情犯罪的产物，那么幼子阿尔多·乌尔巴诺则是另一种彻底的沦丧。卡尔达诺把他形容为道德败坏的无赖，拥有卑劣的品格和邪恶的习惯。阿尔多继承了父亲的赌博恶习，却没有继承一丝学术天赋，在博洛尼亚与黑社会为伍，在赌桌上输光了自己所有的衣物和财产。1569年，他突破了最后的底线，闯入父亲的住宅，盗走大量现金和珠宝。心灰意冷的卡尔达诺向博洛尼亚当局报案，阿尔多被逮捕，驱逐出城。卡尔达诺在遗嘱中正式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写道：由于他表现出如此邪恶的习惯，我宁愿把一切都留给长子的孙辈。至于唯一的女儿基亚拉，卡尔达诺曾说，除了筹集嫁妆之外，他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烦恼。但后世传记常以悲剧笔法记述他的结局。据一些二手文献记载，基亚拉最终沦落风尘，死于梅毒。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卡尔达诺用一种极为典型的方式回应了这场个人悲剧。他撰写了欧洲早期关于梅毒治疗的重要医学论文。他在自传中把一生最大的4次悲痛排了一个序：第一，他的婚姻；第二，长子的死；第三，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第四，幼子的品格。排在第3位的那场灾难，此时正在路上。1570年10月6日，年近70岁的卡尔达诺在博洛尼亚被逮捕，面临宗教裁判所的异端指控。卡尔达诺并非宗教叛逆者，他是一个相当虔诚的天主教徒，多次公开表示对教会的支持。但他的著作在3个递进的层面上触碰了罗马教廷的红线。第一层，他在1543年的占星学评论中为耶稣基督绘制了详细的生辰星盘，试图用天体运行规律来解释基督一生的事件和受难。在宗教裁判所看来，把救世主的神性降低为天体物理学的产物，等于取消了上帝的自由意志。第二层，他在1562年的著作中，用历史修正主义的手法为罗马暴君尼禄进行了学术辩护。而尼禄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迫害者，这种对正统历史定论的颠覆激怒了神职人员。第三层，也是最致命的一层，科莫地区宗教裁判官加斯帕雷·萨科在向罗马的举报中重点指控了论事物的多样性。第13章，在这一章中，卡尔达诺将他的万物有灵论哲学推到了逻辑终点。他提出基督教殉道者视死如归的非凡勇气，以及宗教异端分子对信仰的狂热坚持。
可能并非来自上帝的恩典或魔鬼的诱惑，而是天体辐射与人体内黑胆汁相互作用的自然生理结果。这一推论的政治后果是毁灭性的。如果异端邪说和宗教狂热仅仅是一种可以被医学和占星术解释的自然现象，那么宗教裁判所就彻底丧失了对异端分子进行道德审判和火刑处决的合法性基础。卡尔达诺的自然哲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触碰到了支撑整个中世纪司法审判的神学基石。一个试图用理性解释一切的人，发现一切里包含了一些不允许被理性解释的东西。到这里，叙事的基调需要改变。前面的卡尔达诺是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角色，刺人落水的赌徒，背叛誓言的天才，给国王算命算错了，还写论文复盘的偏执狂。但从宗教裁判所的牢房开始，幽默退场了，剩下的是一个老人与一个时代的对峙。在博洛尼亚的监狱里，69岁的卡尔达诺给宗教裁判所所长写了一封信：今天是我入狱的第43天，因为吃东西会让我发疯，不吃东西会让我死亡。我认为后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当时69岁，这个曾经用概率公式丈量骰子的人，现在连活着还是死去都只能用两害相权来衡量。这不再是赌桌上的胜率计算，这是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头脑，在对仅剩的2个选项做最后一次理性分析。1570年12月22日，他被转为软禁。1571年2月，在巨大的精神和肉体压力下，卡尔达诺公开放弃了他的哲学主张 Abjura Dei Menti， 正式承认并弃绝自己对信仰的错误。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对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过于苛刻，加之他曾治愈过的高阶神职人员暗中求情，他免于了火刑。但他付出了职业上的全部代价，永久剥夺博洛尼亚大学教职，严禁发表任何非医学著作。多部作品被列入禁书目录，一个写了200多部著作的人，从此被禁止用文字表达思想。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断手。1571年10月7日，获释后的卡尔达诺移居罗马，在枢机主教乔瓦尼·莫罗内的庇护下，开始了人生的最后阶段。教皇格里高利13世出人意料地给予了他一笔终身养老金和一份有条件的出版许可。为了证明自己的虔诚，也为了报答恩人的庇护，卡尔达诺主动销毁或改写了大量被认为可能引起争议的手稿。然而，正是在这种半软禁的状态中，这个失去了教职、失去了儿子、失去了自由的老人，写出了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自传之一。1575年9月至1576年5月间，卡尔达诺撰写了《我的生平》。这部作品不按时间顺序，而是按主题组织：出身、健康、性格、赌博、性、敌人、学问、丧子，仿佛他在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最后一次分类编目。评论家常把他与切利尼的自传和蒙田的随笔相提并论，但卡尔达诺的文本有一种前2者都不具备的品质，他不美化，不遮掩，也不辩解。他像外科医生解剖自己一样，逐条记录了自己的暴躁、执拗、好复仇、狂妄自大，以及从激怒他人中获得的快感。他也记录了自己的饮食、超自然体验与神灵的对话，对金钱的蔑视，以及对不朽名声近乎病态的渴求。然后，在这部满是伤口的自传的最后几页，出现了整部作品中最令人意外的段落。
经历了丧子、入狱、背叛、放逐之后，卡尔达诺写道，他仍然能在休息、安静、沉思、聆听音乐中找到慰藉。他说他喜欢看小鸟、小狗和猫，这不是和解，这不是原谅，这是一个被命运碾碎了的头脑，在废墟的缝隙里发现了一些不需要概率公式就能理解的简单事物，然后决定，这就够了。1576年9月21日，吉罗拉莫·卡尔达诺在罗马去世，距他75岁生日还差3天。围绕他的死亡，流传着科学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传说之一。据说，作为那个时代的最顶尖的占星学家，他多年前就通过星盘精准预测了自己死亡的日期。当那一天到来时，他发现自己仍然健康。为了确保预言的正确，他选择服毒自杀。这个故事几乎可以确定是后人杜撰的。现代历史学家普遍持怀疑态度，它更可能是卡尔达诺一生所遭受的敌意与中伤的又一个典型样本。他最后一份已知的遗嘱日期是1576年8月21日，他最终安葬于米兰。但传说之所以持久流传，是因为它完美地嵌合了卡尔达诺的性格结构。他一生都在试图预测、控制，用理性法则驯服存在的混沌，即便是代价是自己的生命。如果要为卡尔达诺的一生做一次清算，用他自己偏爱的记账方式，账目大致如下：他解开了3次方程，发明了4次方程的解法套路，写出了概率论的第1份系统手稿，治愈了全欧洲最难治的病人，出版了200多部著作，发明了万向节的动力传输应用和密码闸格，首次系统使用复数，首次触碰虚数，认出了化石的海洋起源，主张聋人可以受教育。一些权威传记称，他给出了斑疹伤寒的首个临床描述。作为代价，长子被斩首，幼子被放逐，女儿据传死于梅毒，妻子早逝，自己在69岁跪在宗教裁判所面前，放弃了毕生的哲学信念，被禁止教授和出版，亲手焚毁了自己的大量手稿。代数学上有一个术语，恰好是他自己命名的 Casus Irreducibilis， 不可约情况。当一个3次方程明明有3个实数根时，公式却只能通过虚数路径才能达到它们。你知道解在那里，你看得见它，但你无法绕过那些不存在的数字。卡尔达诺的3个孩子就是他人生方程中的不可约情况。你知道幸福应该在哪里，一个合格的儿子，一个平安的女儿，一个不偷东西的小儿子，但通往那些解的路径上全是虚数根。然而，正在理性彻底失败的地方，卡尔达诺做出了他最深刻的贡献。他证明了一件事，即便在一个充满不可控悲剧和非理性疯狂的世界中，人类的头脑依然可以辨认出模式，可以计算出概率，可以在混沌中划出一条秩序的线。哪怕这条线救不了自己的儿子，哪怕这条线最终被宗教裁判所折断，骰子仍然在滚，公式仍然成立，大数仍然是代数学的剑基之作，卡尔达诺公式仍然是每一本数学教科书里绕不过的名字。而那部在赌桌上构思，在贫困中落笔，死后87年才见天日的15页手稿，至今仍然是人类试图理解偶然这件事的起点之一。他在自传结尾写道，他仍然喜欢看小鸟、小狗和猫。
这是一个用方程丈量宇宙的人，在方程全部失效之后给出的最后一个答案。却没有数到哪一种砒霜溶于暗处，用誓言锁住了秘密，用诡辩打开了锁，用一生证明聪明救不了任何人。他们砍断了他儿子的手，他们折断了他的臂，他跪在石板地上，放弃了自己相信的一切。在罗马的窗台上，阳光落在石头上，他看见一只鸟，他说这就够了。